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职场中有些人明明能力不错，工作也很拼，但就是得不到领导的重用，而另一些人看似没那么忙，却总能步步高升。其实，职场晋升从来不是努力等于回报的简单等式，有时候你踩中了领导的雷区，再拼命也白搭。今天就来聊聊领导最烦的4种下属，看看你中招了没。1. 只会闷头干活，从不主动汇报，职场隐形人。这类同事的特点是，领导不找，绝不出现，任务做完直接丢给领导，遇到问题自己硬扛。领导视角，这人到底在忙什么，进度如何，遇到困难也不说，最后出了问题谁负责？眼里没领导，是不是不把我当回事？职场真相，领导不怕你忙，就怕你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你不汇报，领导就缺乏掌控感，自然不敢把重要任务交给你。建议定期主动汇报进度，哪怕领导没要求，遇到卡点及时求助，别等最后一刻才暴露问题。学会用领导关心的语言沟通，比如目前进度70%，预计周3完成，您看是否需要调整？记住，职场中可见度和能力一样重要。2. 刻意保持距离的职场变色龙，看似聪明，实则犯傻。这类同事的特点是，上班公事公办，下班立刻消失，团建从不参加，私下零交流，对领导敬而远之，生怕被说拍马屁。领导视角，这人是不是对公司没归属感？关键时刻能信任他吗？连基本的人际关系都不经营，怎么带团队？职场真相，领导提拔的往往不是能力最强的人，而是最让他放心的人。如果你连基本的信任关系都不建立，领导凭什么选你？建议适当参与团队活动，哪怕只是露个脸，偶尔和领导聊聊非工作话题，比如行业动态、职业规划，把握分寸，不刻意讨好，但也不刻意疏远。记住，职场不是考场，埋头做题就能拿高分。职场是江湖，人情练达才是真本事。3. 凭借能力和资源拿捏领导，反客为主的聪明人。这类同事的特点是，能力强但爱摆谱，动不动就说这是没我不行，掌握关键资源，故意卡流程，把领导当工具人，只配合对自己有利的事。领导视角，这人是在威胁我吗？现在就用不动，提拔了还得了？能力再强，不为自己所用也是白搭。职场真相，领导可以容忍下属平庸，但绝不能容忍下属失控。你越是想拿捏领导，领导越会防着你，甚至找人替代你。建议学会攻城布局，把舞台留给领导。关键资源可以握在手里，但别当成筹码。换位思考，如果你是领导，会提拔一个随时可能造反的人吗？记住，在职场，有时候装傻比胜计更安全。4. 不把领导放眼里，经常越级汇报，野心写在脸上的愣头青。这类同事的特点是，觉得自己比领导厉害，动不动就找大领导汇报，会议上公开反驳领导，把跨级沟通当成有魄力。领导视角，这么喜欢表现，是不是想取代我？基本的职场规矩都不懂，怎么带团队？能力再强，不守规矩也是隐患。职场真相，越级汇报是职场大忌，除非领导明确允许，否则你的每一次越级都是在打直属领导的脸。建议重大事项先和直属领导通气，即使有更高层的关系，也别轻易动用。学会表面服从，私下影响，比如张总，您这个方案很棒，不过我有个小建议。记住，在职场，有时候位置比对错更重要。最后，职场如战场，能力决定你的下限，情商决定你的上限。避开这4个雷区，你的晋升之路会顺畅很多。别做隐形人，主动汇报，增加可见度；别做独行侠，适当经营职场关系；别做刺头兵，再有能力也要懂得收敛。
别做越级者，应尊重游戏规则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在职场既要会做事，更要会做人。共勉。